我相信在这一点上，无论有一些陆配再怎么说啊，我们祖国怎么好，但是这正是他选择留在台湾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像我前2天家里小朋友生病，在上海呢，通常生病你可能要花去1天的时间，而且小朋友要受很多苦。无论什么病，只要你发烧，必然会有验血的项目。在台北有些东西的价格可谓消费降级，但是品质完全不降级。我觉得这些跟生活息息相关的方面，并不是说你在上海买菜便宜个10几20块就可以弥补到的差距。所以这样给我总体的感受呢，可能在台北生活的成本会更低一点，也就是可以说台北这个城市的社会福利要比上海更好一些。Hello， 大家好，我是煮菜的奶爸狗狗，来自上海，因为爱情嫁来台湾，因为家庭和孩子选择留在台北生活。原本是2个小孩的全职家庭主妇，现在是一个美编设计人员，时不时分享一些在台湾的日常生活。其实我蛮爱分享一些上海和台北生活方面不同之处的比较，也有观众跟我说不要做比较，没什么好比的。那我想对这些观众说，你可以把这支影片划走了，因为我是一个很爱比较的人，我是一个很斤斤计较的上海男人。其实我不太理解他们所谓的什么叫不要比较。你出去买一把葱，对方开800块，你就买下来吗？说实话，开80块我都会比一比货比三家，看看一把葱到底是多少钱。那我知道我们北投市场小小的一把葱是20块。我觉得任何一个形容词都是比较得出的。你说我长得帅吗？看跟谁比。跟武大郎比应该还算比较帅，跟金城武比那就是相当于我是武大郎了。那我在台湾生活了大概5年多的时间，时不时也会有一些上海的朋友来问我台湾的生活怎么样，台北的物价怎么样。所以今天这支影片的内容，我就想来比较笼统的做一下上海跟台北或者说台湾的物价来做一个比较。我会大致从衣食住行生活的各方面进行一些大家通常都会花钱的比较。衣食住行，首先来比较一下衣着方面的花销。那我觉得衣着这个东西，其实根据每个人穿衣服的风格啊，或者是他偏好的品牌，以及对穿着的价值观，每个人的个体差异非常之大，所以这个很难比。那我就拿2边都有的服装品牌来举个例子好了，就可以给大家做个大概的了解。那我找了一个2边都有的优衣库的一件男生的短袖衬衫，应该是同一种材质同一款的。那我看到在淘宝上面它的价格呢是199人民币，算下来就差不多是900块的台币。那我看到在台湾的价格它是990元台币的原价，现在打折是790元。那同样品牌的同一件服装，2边的价格几乎是差不多的。当然啦，在上海的话，网购可以说要比在台湾发达许多。那网购的渠道下呢，有一些服装真的非常便宜，便宜到你都不怎么放心去买。那就像一个非常知名的某多多上面，我看到它的价格真的超级低，最低一个2块多，我们去掉一个最低价，通常它的价格是10几块人民币，也就是折算下来大概60几块、60、70块台币的样子。这样一件衬衫，我不知道在北投市场地摊上面会不会有这样的价格，但是说实话，我对于这样价格的一件衬衫还是比较不放心的。另外呢，我找了 Nike 非常经典的一款小白鞋，它的低帮款呢，在淘宝上面的价格是799人民币，高帮呢是849人民币，换算成台币分别就是3600和3900左右。那我在台湾的网站上看到它的价格是低帮和高帮正好反一反，反而是高帮的比较便宜，低帮的比较贵。当然，其实2个价格基本上还是差不多的。所以衣着方面的价格，我觉得2边的花销是差不多的。也就是如果你本来是一个很舍得花钱在衣服上的人，那你在上海花的这些钱拿到台北来买衣服，也差不多要花这些钱。那衣食住行食的方面呢，那在我原本的印象当中，一直觉得好像台北吃东西会比较便宜一点。但是经过这次我上网去找了一些价格呢，发现原来上海要比台北还要便宜一点。像这一份烧腊双拼饭不要看它的原价，它实际点到的价格是25块人民币左右。
那换算成台币就是110块台币左右。我在 Foodpanda 上看了一下台北的随便一家烧腊店，同样的双拼饭大概价格在160左右。那台北非常普遍的排骨便当呢，我在上海找了一家餐厅，看到它打折后的价格是22块多人民币，换算成台币也就是差不多100块台币。那在 Foodpanda 上点这样一份排骨便当，它的价格我看到是140元左右。那大家一定会说这些东西的品质是有区别的，所以不能光看价格。那我就找了一个两边都有的连锁品牌 Coco 咖喱饭。我看到这样一份厚切炸猪排蛋包咖喱饭呢，在上海的价格是60元人民币左右，60元换算下来就大概是270元台币。那我看到它在台北的价格是要高达370元。其实我做这支影片查到的这些价格还蛮让我意外的，因为我固有印象当中一直觉得台湾的食物好像真的要比上海便宜，所以我这里觉得可能是 Foodpanda 这些外送软件上它的标价跟店内实际的价格会有提升。因为就拿我比较常吃的排骨便当来说，一般店里的价格是在100台币到120台币，而在 Foodpanda 上看到随便一家大概在150、140台币左右。所以现在给我的感觉是，吃外食的话，台北还是要比上海高一点点。当然这里肯定又有很多人说上海的外食很不健康，口味没有台湾好。口味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个人蛮难去客观做评论的。那你要说健康嘛，我觉得你可以去查一下台湾的平均寿命和上海的平均寿命。上海吃这些大家以为的可能地沟油或者是重咸重辣的东西，到底有没有比较不健康？当然可以去参考一下。那然后针对不吃外食的人，自己在家里做饭的人，买菜的价格是怎么样的呢？这个我就很了解了。台北的菜价真的还是蛮贵的，尤其是我已经去了可以说全台北最便宜的北投市场买菜，但是那个菜跟上海比起来真的要高出不少。我这里找到上海的大概价格给大家参考一下。像这个生菜也就是 A 菜嘛，大陆妹嘛，400克1.9块人民币，就是10台币不到。那当然台北在时下产量比较大的季节也可以买到10块台币一包的生菜，但是可以说这样的时候并不是太多，通常我买到的都是20元一包。然后像这个上海青，也就是青江菜300克，它一份就是9毛9人民币，也就是差不多5块钱台币不到。那这个价格真的是我觉得台北在哪里都买不到。我去北投市场今天买到的这样一把青江菜是10台币，已经要比平时便宜很多了。那再然后这个白蘑菇呢，是3块6毛9一盒，北投市场通常这个价格就是60元一盒，分量应该是差不多的。然后再来看看台北一直价格比较高的鸡蛋，我这里看到上海的鸡蛋是20元人民币不到30个，也就是差不多90块台币30个鸡蛋。那我通常是在全联买，全联这个价格还算比较高的，要比市场里高一点。那全联里最便宜的鸡蛋差不多是50块10个。我还看了一下进口商品，同样是挪威进口的鲑鱼上海的价格换算成台币的话是180元，而在全联里面买同样一块鲑鱼的话是要249元。所以在吃这方面毋庸置疑，就是上海的价格真的要比台北花销少很多。但是我这里公正的说一句，我觉得台北的餐厅也好，便当店也好，它的下限非常高，也就是你去随便一家餐厅吃，口味都还不错。那这一点上海就比较容易踩雷，你有时候点一个价格比较低廉的便当什么的，口味就很难吃，你下次不会再想去吃。说完了吃方面，台北可能要比上海高一点，但是台湾呢，有一些东西可谓消费降级，但是品质完全不降级。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我最爱喝的奶茶好了，50兰的奶茶我在上海经常喝，大杯冰淇淋红茶去冰加椰果全糖，上海我当时一杯的价格是18元人民币。那我现在查了一查，经过了5年时间，通货膨胀，现在涨到了25元一杯。那在台湾这样一杯奶茶的价格是多少呢？65元台币左右，算成人民币也就是14元，而且经过5年，基本上价格没有什么变动，所以这个奶茶真的很保值大家可以有空多喝2杯。还有比如说德国的 Emma 床垫，没错，这就是今天这支影片的业配，感谢金主爸爸，德国 Emma 床垫。这个是床单
床罩，枕头，哇，记忆棉枕。很贴心哦，它还附了一个开箱的小刀片。它现在在放气，因为里面是充气的包装哦，直接就胀开来了。那我们家对于床垫的需求还是蛮高的。首先，因为我太太果果，她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失眠症患者，她睡觉必须保持非常安静，然后床垫不能有互相之间的干扰，所以一张安静，然后不会太干扰的床垫是睡她必不可少的一样道具，否则她就有可能整晚都失眠。另外呢，就是有小孩的家庭，或者说有多个小孩的家庭，一定会非常困扰的一件事情，就是小孩之间互相干扰到会怎么办？就是有的小孩他会比较早睡，而有的小孩他虽然躺在那里，但是没有睡觉，可能在床上跳来跳去。来，妹妹跳来跳去，来，再到爸爸后面去跳。对，有的小孩可能会在床上跳来跳去，或者说有的半夜会起来去尿尿啊什么的，互相之间干扰的问题非常严重。其实也不要说小孩了，就连成年人之间，如果有的翻身啊，有的动静比较大啊，也会互相干扰到。所以我们当初挑床垫的时候，目标是很明确的，软硬度一定要适中，还有呢，一定要独立筒抗干扰，最好是用记忆棉。记忆棉呢，因为技术的原因，可以更好的抗干扰。而且躺在记忆棉上可以让身形完全贴合到床垫，减少脊椎的压力。还有因为台湾的天气很闷热，所以呢一定要透气性好，这样才不会睡到满头大汗。还有一点就是经济原因的关系，价钱一定要适中。我们虽然去试过很多家的床垫，虽然睡上去也是很舒服，而且抗干扰性也很好，但是呢无奈它动辄10几万、20万的价格，让我们的荷包承受不了。这时候呢，我就注意到了德国 Emma 床垫，几乎满足我所有对床垫的需求。首先，它使用的是支撑性比一般市面上更好的直排式独立筒，抗干扰性要更好。开箱的时候我就试过，在床垫上放上一杯水，然后我在旁边翻身啊、打滚啊，水完全不会洒出来。我这里有一杯水哦。放在这里，放在这里啊，然后我在这里跳上去，水都不会倒出来。看我靠这么近，说明它的抗震性很好。到这里都还好，水都没怎么晃。另外呢，它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德国什么专利记忆棉的技术，可以更好的进一步加强抗干扰性，而且让你的身形更贴合床垫，不会让你睡到腰酸背痛。这一款德国 Emma 石墨烯黑钻床垫，另外还有一个很厉害的什么凉感技术。总之，它的记忆棉要比市面上一般的记忆棉透气性好40%，它是可以让你躺在上面的时候体温分散到身体的各个部位，就是平衡你的体温，不会让你睡到什么胸口非常热，然后手脚冰凉的感觉。那我觉得真的是为台湾这样闷热的天气特意打造的一款床垫，合适的睡眠温度可以让你早上起床的时候更神清气爽。那这样一款非常符合我家需求的德国 Emma 石墨烯黑钻床垫，现在市面上的价格是多少呢？我家的床是 Queen Size 的，也就是床垫的尺寸是182×188，那这样一款的价格现在只要31199元，32000都不到，32000还有找哦。对于价格这个事情，我觉得我还是蛮有发言权的，因为之前我们家也去看过很多床垫，满足这些要求的这样一张床垫啊，有独立筒，软硬适中，然后有记忆棉，而且还非常透气。这样一个 Queen Size 的尺寸，有生活经验的大家应该都知道，价格至少要在5万以上，5万已经算很便宜了。所以这个德国 Emma 床垫，我觉得也是非常符合在台湾生活
消费降级，但是品质完全不降级的一样物品。另外呢，德国 Emma 床垫还有一些非常贴心的额外服务，比如说在大台北区域，总共有8家线下实体店，可以让你亲自上门去睡它的床垫。还有一点非常非常特别，也就是它可以提供100天免费送到你家给你试睡，而且免费运送、免费安装。也就是说，有100天3个多月的时间都可以不花钱来睡它。这里作为一个精明的上海人，我不禁想到一个问题：如果我是一个短租客，每次去一个地方只租3个月的租房，那我每3个月换一个床垫，免费睡100天，不是可以不用花1分钱睡到一个这么好的床垫吗？另外呢，德国 Emma 床垫还提供免利率分期、10年保固等非常有品牌保证的服务，不愧是一个在全球获得过60多个大奖项，并且在台湾获得过台湾消费者信誉品牌金奖的国际大牌啊！那说了这些呢，如果有心动的观众，我会把购买链接放在影片说明以及留言置顶，并且输入我的专属优惠码GOGO10 GOGO10 就可以享9折优惠哦。你也可以点这支影片说明栏下方的链接，就可以直接带入我的优惠码。另外，在最近母亲节期间，它的官网还推出母亲节52折的优惠，可以叠加我的9折优惠码一起使用。所以想睡它的话，就来睡它吧。睡觉舒服吗？舒服。新的床垫好吗？可以跳吗？可以啊，睡在上面跳很舒服，对不对？睡觉啦，眼睛闭起来。好了，话题再回到衣食住行的生活方面，住这一点呢，就真的比较广泛一些。我查了一下房价哦，近1年台北的预售屋，也就是新房的房价均价在123万元一平，真的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这个价格好高哦。然后我查了一下上海近期新房的平均价格是在5.9万人民币1平方米，我帮大家算好了，也就是差不多79万一平。但是上海的面积要比台北大很多，基本上可以算台北加上新北的面积了。另外呢，上海因为面积大的关系，所以每个区的房价差距也很大。像我找到的数据呢，上海目前最贵的应该算黄浦区，它的房价在15万一平方米，算成台币就是202万一平。而上海最偏远的金山区呢，房价只在26000一平方米，算成台币就是35万一平。这个房价高低差还是蛮大的。其实给我个人总体的感觉，觉得2个城市上海和台北的房价是差不多的。但是我认为台北的房子不是说品质，而是说生活机能更方便。也就是如果说你住在上海金山区，你拿那个均价35万一平的价格去买到金山区的房子，跟在台北或者新北同样价格买到的房子，居住起来肯定是台湾更方便。因为我之前就说过，台湾任何一个地方的房子附近的生活机能基本上还是比较健全的，像学校啊、医院啊、买东西啊，都相对上海一个偏远的地方来说要更完善一些。当然住不光光包括房价，还包括很多方面，包括它的教育啊、它的医疗啊，这些方面呢之后也会说。这里再说一下跟住最直接关联的，就是你买好房子要装修，那装修费这个东西真的是上海要比台北或者说台湾便宜太多了。但是我也没有具体的数据来进行比较，只是这个大家应该都能知道，台湾就是人工肯定要比上海贵太多，包括一些材料也比上海贵很多。我就分享我自己一个亲身的事例，就是我们当初装修的时候买的2套卫浴家具，包括镜柜啊、马桶这些东西，我是在淘宝上订的科勒的品牌订2套，加上运费运到台湾后坏了1套，我又再买了1套，也就是总共买了3套科勒的卫浴家具，然后加上运费，还要比台湾买2套便宜。而其他一些家电啊什么，尤其小家电，比如说家里的监控啊，比如小小的电锅啊，一些小烤箱、一些吐司机什么这些东西，那真的是在上海的价格要比在台湾买便宜太多了。这也没办法，上海的价格相当于世界工厂厂内直销嘛，进到台湾当然会价格比较贵一点。
那最后说到衣食住行的行这一点同样也是台北的成本要高很多。就拿计程车来说，台北的起步是 1.25 公里85元台币，上海打车的起步价是14元人民币3公里，基本上台北的起步价就要比上海贵2/3。而续程呢，台北是200公尺5元起跳，上海是每公里单价2.7块人民币。这样算一算，续程的价格，台北也要比上海贵出1倍。所以在台北真的不太敢轻易打车，而在上海基本上出门上下班有可能都是全程打车。那另外车价这个东西呢，我也不找资料来做参考了，就是给我个人的感觉，基本上台北买一辆车的车价要比在上海买同样一辆车的车价高出1/3。那很多人会说台北不用上牌照，而上海一张牌照一张车牌的价格就在10万人民币，也就是差不多45万台币左右。但是我这样算一笔账，车牌这个东西呢，其实买一张可以一直用下去，而车肯定是要换的。那你其实在台北换1-2台车或者2-3台车，那个牌照的价格就已经回来了。而牌照呢，你放着不用还可以再卖掉，它是保值的产品，可以说是一个理财产品。说完以上这些台北生活成本可能要比上海高一点的方面，那接下来呢，我要说一说在台北有些东西的价格可谓消费降级，但是品质完全不降级。比如说理发好了，那在上海呢，通常我这样去剪一个头发，男士最简单的理发，基本上的价格是在70几元人民币，也就是差不多300块台币这样子。那在台湾有很多快剪，大家都知道百元理发，我现在都是去的百元理发。当然百元理发现在已经有一些价格开始上涨，有的涨到150，但是也是还可以接受，我觉得要比上海低廉很多。那上海之前呢也是有很多快剪，但是可能价格太低，赚不回房租还是怎样。现在上海的快剪几乎已经销声匿迹了，然后剩下很多就是常规的什么70几元、80几元、90几元的一个最基础的理发。所以在这一点上面，我觉得在人工比较贵的台北还是比较低廉的。那另外呢，台北很多看展的门票真的非常低，就像我经常去的北美馆，基本上价格都是在100台币以内，有的是可能20台币就可以看一个非常不错的展。那我之前也说过，在上海呢，动辄一个展就基本上是50元人民币起步，也就是200块台币起步，这可能还是最常规的展。如果有一些特展啊什么的，基本都是100元人民币以上。另外就是公园或者一些景点的门票，那台北很多公园都是免费的，而上海有一些小公园可能会收5到10块的一个，也算比较低，但是跟免费比起来还是有一定付出的这样一个门票。那包括运动场呢，肯定也是台北很多大众消费的运动场要比上海便宜不少。最后呢，就要说2个跟生活息息相关、非常重要的方面，一个就是教育，一个就是医疗。那教育我之前一部影片有分享过，在台北我目前阶段2个小孩去幼儿园，去私立幼儿园上学的学费，跟上海比起来，上海至少要翻3-4倍，这个其实是很大的一部分开销，因为每个月都要付学费。所以无论上海的吃啊，或者是买衣服，或者是住便宜多少，这个每个月都在持续开销的学费上面，那些吃方面省下来的钱根本不够补贴到学费的差价。还有很重要的医疗，那大家都知道，在台湾去看一个诊所，它的挂号费通常只要200台币左右，200台币包含了看诊和一些检查和最后的买药配药。而在上海呢，通常就是看诊一个价格，然后检查一个价格，最后配药又要一个价格，看一次病可能要上百块人民币，甚至小几千人民币。我觉得这些跟生活息息相关的方面，并不是说你在上海买菜便宜个10几20块就可以弥补到的差距。所以这样给我总体的感受呢，可能在台北生活的成本会更低一点，也就是可以说台北这个城市的社会福利要比上海更好一些。甚至有一些品质或者说它的交易过程不是用价钱可以衡量的，就比如说看病好了，像我前2天家里小朋友生病，在上海呢，通常生病你可能要花去1天的时间，而且小朋友要受很多苦，无论什么病，只要你发烧，必然会有验血的项目。而我前2天带小朋友去看病呢，就医生简单的听诊一下就好了，然后开了一些药，
因为也不是很严重的病，所以根本不需要到验血啊，或者是打针啊，或者是吊点滴这样复杂的一个看病流程，基本上吃一些药就好了。可以说大人看得比较安心，小孩看得也比较放心。我相信在这一点上，无论有一些陆配再怎么说啊，我们祖国怎么好，但是这正是他选择留在台湾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好了，那这一期分享就非常感谢我的金主爸爸德国 Emma 的大力支持。如果大家对生活开销上面有其他不同的看法，可以留言告诉我。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大家再会。